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、刘学义领衔超强阵容，兰香如故，权谋宅斗加双向救赎。在古装剧越来越卷爽点的当下，兰香如故反而选择了一条慢刀见血的路子。他不靠开局即巅峰，而是把人物命运拆成一层层递进的压迫感，让观众先感到窒息，再看到反击。这种节奏本身就很考验创作者的底气。谭松韵饰演的沈佳兰，恰好是这条路子里最稳的那块基石。从大学士府长孙女到寄人篱下的丫鬟，她不是突然觉醒的爽文女主，而是一步步收敛锋芒，把尊严藏进细节里，走路贴墙，低头回话，被斥责时不辩解。每一个动作都在强调她此刻的处境，而不是急着证明自己。这种表演方式其实比黑化开挂更难，因为它要求演员在隐忍状态下仍然保有清晰的内心逻辑，而谭松韵最擅长的，恰恰是用克制完成情绪积累，让反差自然生长，而不是用台词硬推。刘学义饰演的林锦旗，则是典型的时代性角色，他并非彻头彻尾的反派，也谈不上深情男主，而是被家族利益和现实选择推着走的人，退婚、再娶、再犹疑，每一步都合乎理性，却未必合乎情感。这种暧昧立场，让人物比脸谱化设定更真实。赵兴堂这个角色的存在，让宅斗线有了真正的张力。李梦没有把她演成单一的恶女，而是把嫉妒、不甘和孤独揉在一起。她的狠辣不是为了爽，而是源自长期的不到认可的恐慌感，这也让她的每一次针对都带着情绪逻辑。剧情最聪明的地方在于沈佳兰的上位并非靠运气，而是靠长期观察和执行力。从厨房账目入手，从细枝末节破局，她的每一次前进一步都是建立在被低估的前提之上。这种以弱势强的策略本身就是一场无声博弈。当他逐渐在林家站稳脚跟，观众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突然翻盘的爽点，而是一个人终于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位置。这种满足感来自逻辑闭环，而不是情绪宣泄。更重要的是，兰香如故并没有把目标局限在情爱纠葛，而是把家族兴衰、权力更替与个人命运并置。当沈家冤案被翻出时，故事完成的不是复仇，而是秩序的修复。这种价值指向让宅斗不再只是内耗游戏。在孵化到全面内卷的当下，这部剧或许不会用最夸张的视觉抢眼球，但它胜在人物站得住，因果讲得通。如果说古装剧也有基本功，那兰香如故明显是在这一项上下了真功夫。